第1集，刘伶遇沈美人开启虎扑，广平王府内热闹非凡，是为了庆祝广平王嫡女长乐郡主刘伶的20岁生辰。被吵醒的刘伶心情烦躁，却仍掩不住她的美貌。刘伶的继母广平王续弦的王妃陆谦，带着她所生的广平王庶女刘润香不请自来。陆谦拿出准备好的金叉送给刘伶，刘伶直接把金叉扔到地上，陆谦让众人到屋外等候。房间内只剩刘伶和陆谦后，陆谦也收起了他伪善的面容，他让刘伶去宴席上挑一个夫家，尽早嫁出去，否则自己不会让刘伶好过。刘伶假装柔弱，转身却给了陆谦一巴掌。门外的刘润香听到声响推门而入，在陆谦的哭诉下，刘润香追着刘伶来的前厅，并在众宾客面前指责刘伶不尊长辈。一时间，宾客们的讨论声不绝于耳。毕竟刘伶的恶名在外，刘伶既不反驳也不解释，反而让侍女灵璧陪自己去南苑一个专供女子享乐的官馆。在男官们的伴奏和舞蹈间，本就酒量浅薄的刘伶醉倒，昏睡时她神情落寞，一改往日霸道郡主的模样，口中述说着自己不被关心的痛苦，脑海中回放着她的亲生母亲在湖中溺死时的画面。北点正司金陵尉14千户沈燕相貌不凡，但性格却很伶俐。如今他来江州是为了抓捕多年前江州库银被盗案中的逃犯云逸。云逸作为从犯，在主犯徐氏夫妇自尽后一直在外逃窜，沈燕设计围堵云逸，却不小心中了云逸的暗算。中毒后的沈燕无意中闯入南苑，并晕倒在了刘伶的房间。刘伶以为他是男官，调戏之际，竟然反被醒来的沈燕牵制。沈燕不愿过多纠缠，便跳窗离开。刘伶回过神来，觉得这人真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很是倾心。刘伶发现沈燕不小心落下的令牌，自此知道了沈燕的身份。当朝监国太子刘望有意调查江州库银被盗案，便差沈燕去捉拿云逸。当朝重臣陆公以沈燕年轻难堪大任为由，主动提出要亲自前去诛杀云逸。徐家后人徐时锦欲替徐氏夫妇证明，便入宫在太子身边做了女官。太子顾左右而言他，便叫出徐时锦，就是为了让陆公不能插手此事。陆公急于将徐氏夫妇的罪名作死，便再次提出要去江州。太子颇查送客。广平王刘立山回府后，得知了刘伶的荒唐行径，十分生气，他让刘伶跪下给陆谦赔罪。刘伶宁愿被鞭打，也不肯低头。灵璧看着刘伶身上的伤口，心疼不已。刘伶心情复杂，再次回想起母亲溺毙时的景象。沈燕觉得是自己的轻敌，才导致云逸逃走的。手下罗凡试图劝慰，沈燕发现自己的御赐腰牌不见了。入夜，沈燕翻窗来到刘伶房间讨要腰牌，刘伶不仅不给他腰牌，还把他调戏了一番。两人贴近时，沈燕发现了刘伶身上的伤，他点了刘伶的穴位，试图让他交出腰牌。刘伶大声叫嚷，惊动了侍卫，沈燕只得先行离开。走前他留下了一瓶治伤的药。刘伶的侍卫杨业闻声而来，刘伶不让他去追，杨业说出沈燕要押送云逸回邺京受审。沈燕再次设计把云逸引导城外进行抓捕，这一次他要亲手擒住云逸。几番打斗后，云逸显现败势，这时一辆马车经过，云逸射出飞镖，让马匹受惊。沈燕出手刺伤云逸后，向飞奔的马车追去。坐在马车里的刘伶被甩了出来，幸好沈燕将他接住，两人抱在一起在草地翻滚了几圈。沈燕带着金陵尉押送云逸走在前面，刘伶的马车则跟在后边，眼看着沈燕想甩开自己，刘伶拿出小弩向金陵尉放箭，沈燕不堪其扰，只好掉头回来。为了让刘伶知难而退，沈燕故意让刘伶的马匹受惊，